男朋友说自己是北京户口，年薪100万，家里有10几套房，可谈婚论嫁之际，他家却连30万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还要我家倒贴嫁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听他妈的话，偷偷扎破小雨伞，让我意外怀孕。他们以为这就能拿捏我了。笑话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父母人生一共有2大心愿，一个是盼望我弟考上清北，二是盼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北京户口的老公。在父母的催促下，我23岁那年通过相亲，我遇见了现在的男友，他就是地道的北京人，并且是个海归。据他说，他在国外有2家投资的上市公司，年薪100万，说这次来到浙江也是为了创业。虽然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上班。他是个极其浪漫的人，在一起2个月的时候，他基本每天都开着他的那辆玛莎拉蒂来接我下班，并且每次都会送我一束鲜花。每感受到同事们羡慕的眼光时，我都不禁感叹自己是有多好运，才能在这满是快餐爱情的世界找到这样一个男人。他绅士儒雅，在一起1年时间，从没有过大的争吵，就算偶尔有争执，他都会耐心哄我。我事业心重，有时约会迟到，他都会体谅。加班时顾不上他，他只会关心我的身体情况，从来没有责怪我半句。面对双方父母的催婚，他会顶住全部压力，不会让我有一点的烦恼。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1年时光，而意外也再次发生，我怀孕了。还在我思考，明明每次都有避孕，为什么还会怀孕的时候，他半蹲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，满脸真诚地和我说：阿倩，我知道你一直以事业为重，但既然孩子已经来了，就该让他出生，看看这个世界。我们不该剥夺他的出生权。我向你保证，婚后一定一如既往地对你好。孩子出生后由我父母带，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。在这甜言蜜语之下，我心生感动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很快，他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，商讨结婚的事。虽然我们都各自见过对方的父母，但是我和他的父母还是第一次见面。我妈妈想着对方从北京过来，尽地主之谊，便去了我们当地最大的餐厅。用餐时，所有人都是有说有笑，相谈甚欢。我妈不管是从言语中还是眼神中，似乎都对这即将成为亲家的人格外满意。谈着谈着，饭也快吃到头了。我妈疑惑地盯了我一眼，朝我靠近，低声说道：这都多久了啊？他们怎么还不提婚事的事？不会是小魏没和他们说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兴许是，等咱家提。我妈甩了我一眼：你见过提婚是女方提的吗？多丧面子啊！我看了眼男友，他并没有感知到我的目光，反而一个劲给他妈妈夹菜。虽然心里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和我妈说道：也许是他们北京的习俗呢，兴许就是女方提。我妈一听，眼珠子一转溜，没准是呢，咱们提，谁让人家是北京人呢？只要一提及对方是北京人，我想就算对方犯了滔天的错，我妈估计都会恨不能将我塞进他们家门。这句话当时我也就想想，没想到后来真的一语成谶。亲家啊，饭吃差不多了，那咱们就谈论一下正事。小魏和我家小倩的婚事，你看你们有什么打算吗？男友妈妈正优雅地擦着嘴，听我妈提起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抹笑容带了点嘲讽。亲家想如何呢？我妈乐呵呵道：小倩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自然是不能亏待了。
我家虽然不比亲家你家富裕，但是很多东西还是拿得出手的。这样吧，亲家，彩礼30万，我家出20万陪嫁，再加1辆车，2人的新房加上装修的费用，我们2家各摊一半，名字写2个人，婚后2家老人都不住进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男友妈妈听了，笑容一滞，摊了摊手。我说亲家，你这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呢？毕竟你这闺女以后是要养在我家的，彩礼一丝一丝就得了。你还真会狮子大开口啊！我妈连同我都是愣住了，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就听见男友妈妈继续说道：你这闺女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我这儿子难道就不是了吗？我们供他读书出国留学，还有那辆玛莎拉蒂，哪样不是我们父母出的钱？都说养儿防老，我们就指望老了以后靠他养活。你这倒好，30万彩礼不提，连新房也不让我们住进去，怕是娶了你家闺女，我们老2口就得住桥洞去。男友爸爸闻言立刻附和起来：是啊是啊，新房我们是已经买好，而且装修好了的，只要小倩嫁过来就能住进去。这彩礼就算了，至于亲家，你给闺女的嫁妆吗？那是你的心意，该给还得给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爸一听就不乐意了，直接拍桌子起身：亲家你也别生气嘛，我们这好说好话的，你突然急眼做什么？男友爸爸依旧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。我妈伸手将我爸给拉回了座位，她看向我，似乎是想询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这种情况我哪能知道，只好看向坐在我对面的男友。微微，你之前不是这么和我说的啊？倩倩我。男友刚想解释，却被他妈妈扯了一把。你不要问我家微微，这个家我做主，就凭我家是北京户口，祖上3辈那算是皇亲国戚，娶你都算是你高攀，张口闭口30万彩礼。我说亲家，你家也是有儿子的，难不成你儿子娶个媳妇，你舍得花30万？我听这话就不乐意了，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刚准备说话，又被我妈摁了回去。我满眼怒意地看向我妈，不明白都这个时候了，她怎么还能忍？她却是冲我使个眼色。我家是有个儿子，我也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彩礼，50万不多不少。别人家的女儿嫁进我家，那是脱离了自己家庭，我们当然得给他父母一个保障。亲家，我听说你家也是有个女儿的，怎么着？等你女儿嫁人的时候，你能让婆家1分彩礼不出，还倒贴几十万上去的吗？男友妈妈被说的不乐意了，狠狠翻了个白眼。我女儿那是清清白白一个大学生，你女儿能和她比吗？呵，为了进我家的家门，勾搭我儿子带了肚子，不急着嫁进门，还想要彩礼。这句话一出，我脑子里顿时炸开了锅。我站起身，冲到了男友的面前。微微，你说句话啊，你是哑巴吗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你听听你妈是怎么羞辱我的，你说话啊。微微从始至终都耷拉着脑袋，连头也不敢抬一下，任凭我推来推去。我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，看着微微如同死人一般的样子，心里凉了半截。曾经和他在一起，一幕幕浮现脑海，全成了笑话。我越想越气，扬起手狠狠扇了他一个巴掌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做什么？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！你啊！魏母见状，就跟炸了毛的母鸡一样。我二话不说，端起桌上的红酒朝他泼了过去。李倩，你做什么？这是我妈啊！魏巍终于有了动作，站起身护住魏母。魏阿姨，以前你对我的好，看来全都是逢场作戏啊，是我眼瞎看错了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分道扬镳，互不相干。说罢，我不带任何犹豫，走过去拉起爸妈，
朝着外面走去。可我妈还抱着一丝幻想，挣脱了我的手。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，不再理睬她，径直离去。当天回去以后，我就将自己锁在了房间里，纸巾哭了一大包，任凭我爸怎么敲门，我就是不开。我想不通，平时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忽然之间变成了这样？难道他们一开始就是骗我？可是图什么呢？薇薇那么有钱，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却偏偏这种手段来忽悠我。这个问题我想了整整一天都想不通。到了晚上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这才开门去找点吃的。结果走到厨房的时候，听见我妈在阳台呜呜地哭，心里的愧疚感顿时上来，因为我让爸妈受了这样的委屈。想着，我走到阳台，将我妈抱在怀里。妈，别哭了，咱家以后绝不和他们来往。我明天请假就去把孩子打掉。倩倩啊，那家真不是人，他们背着我们点了很多贵的东西打包，最后还让我付钱，1万多块钱喂了狗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头昏沉的，又睡了过去，直到下午2点。我才醒过来，结果刚睁开眼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我迷迷糊糊摸到手机，摁下了接听。喂，谁啊？小倩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男友对你的好，我们全公司的人可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你不珍惜也就算了，反而讹诈人家。听着电话那头珍妮的声音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，珍妮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昨天可是被……小倩，我知道你外形条件好，父母也是有钱傍身，可你不能这样啊！我现在都怀疑你父母那些钱是不是你骗来的。我听得满头雾水，坐起身子，也是没好气地说道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这样觉得？能不能有话直说？弯弯绕绕做什么？你还好意思凶？今天你男朋友来我们公司了，人家多可怜啊，一个人默默抹着眼泪，还要帮你收拾东西，还是我们逼问出来的，说你怀上人家的孩子，仗着他的喜欢，就让他父母拿出1000万当彩礼，买了一套几百万的别墅，还自己辞了职，准备回去当全职太太。小倩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我真是后悔跟你做朋友了。珍妮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久久没能从她的话里回过神来，保持了接听电话的动作接近10分钟，才慢慢落了下来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明明我才是那个受害者，现在却成了加害者了。什么1000万，什么别墅，都是狗扯的。这天杀的魏巍不仅要羞辱我的家庭，还要弄臭我的名声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。这种亏我是绝对不会打碎牙往里咽。想着，我连忙起身换衣服。刚换好衣服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我接听电话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，就听见我妈的哭声：小倩啊，咱家的天要塌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妈，发生什么了？今天不是你弟弟放假吗？我和你爸来接他，没想到那天杀的魏巍爸妈竟然跑到你弟学校来闹事，说你为了钱带了肚子，逼着他家拿出1000万来。你爸气得不行，被我搀扶走了。没想到回到小区里，发现他们竟然还在小区里大肆宣扬。你爸气得心脏病发作，现在还在急救室呢。我惊得直接跌坐在床，手机掉落在了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小倩，你在听吗？你快来医院吧。咱家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你弟弟有个未婚先孕，敲诈勒索的姐姐，他的保送名额怕是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就来医院。我擦干眼泪，捡起地上的手机，快步朝着外面走去。走在小区里的时候，
几乎熟识的脸都朝我递来异样的眼光，啧舌叹气。打车去了医院，我妈正靠在我弟的肩上抹着眼泪。爸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没有危险，但是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我弟眼眶也是红红的。那就住院吧，暂时别回小区了。想起自己一路过来的异样的眼光，我只觉得无助。那还能一辈子不回去吗？我妈抬头看向我，她眼睛已经肿了，可是眼泪还是忍不住掉。我咬咬牙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他们想要我们家身败名裂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一个姑娘家能怎么办啊？你弟的学校马上就要定保送名额了，在这个时候出这样的岔子，万一那妈你说该怎么办？我心里也是烦躁，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。我妈缩了缩脖子，要不小倩你就低低头，嫁给薇薇吧，什么彩礼嫁妆以后再提，等你弟的保送名额定下来以后，你再和他家离婚。你说什么？我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声音都止不住抬高。小倩你不要生气嘛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你糊涂啊妈，我嫁给薇薇不就坐实了我拿孩子要挟他家吗？难道你觉得我嫁给他们家就可以解决问题？我无奈地看着他，姐姐说的对，妈，我不需要保送名额，我自己也可以考上清北，让姐姐为了我的一个保送名额而受委屈，我宁可现在就辍学。你是个傻的，你懂什么？妈，这是权宜之计啊！我妈气不打一处出，最后我们的争执停在了这里。我妈看着我的眼神带着幽怨，又似乎带着考量。大概知母莫若女，她一定会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去找魏巍家商量婚事。所以我让我弟时时跟在他身边，让他哪儿也去不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一直照顾着我爸，他看着我的眼里总是带着忧伤，弄得我都不敢和他直视。直到我弟和我妈来了以后，我才有时间休息。就这个空档，手机短信铃声响了起来，我摸出来一看，上面的内容却让我一愣。你是李倩吧？我是魏巍的妹妹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想要弄明白，下午6点半到嘉文咖啡馆来，记得坐5号桌。我看着短信的内容陷入沉思，最后还是决定去一去。6点25的时候，我到了咖啡馆，并按照上面的指使坐了5号桌。5号桌和6号桌是单独设在床边的，而每个桌子周边都围着假花坛，将2个桌子隔绝。我坐在5号桌焦急等着，终于在6点40的时候，看见魏巍父母和另外一家人坐到了6号桌。我连忙低下头去，亲家，我们知道你们爱喝咖啡，专门订到了这儿最好的咖啡馆，想喝什么随便点。魏母的声音，亲家太客气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晚上9点还得赶出国的飞机。长话短说吧，我们家是准备了40万彩礼和1套新房，结婚以后思思是要跟着我们出国的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了，让他出去跟你们长长见识嘛。不过这40万是不是太少了啊？我家思思可是我们从小捧到大的公主，花了父母多少心血，还有那个新房，也算了吧，换乘车怎么样？我听着这话，心里只觉得气愤不已。别人家的女儿1分钱不愿意出，自己家的女儿40万彩礼都觉得少，这家人简直太恶心了。彩礼可以商量，再加20万也是可以的。我强忍着心里的怒意和委屈，等到他们说完话，准备出去大闹一顿，好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。可刚刚站起来，就走进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女人，她径直走过来，坐在我对面。你是谁？女人慢悠悠摘下了墨镜和口罩，一直等到魏巍一家人走了，才肯说话。我就是魏巍的妹妹魏思，今天是我约你来的，
刚才他们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我上下打量着他，听见了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嘲讽我，让我知道你父母的恶心程度。魏斯笑了起来，不得不说，我父母的计划真是高啊，将你这种不谙世事的大小姐骗得团团转。当时我还想着，到底是怎样没脑子的女人才会上当。今天一见，果然是胸大无脑。我咬牙气愤，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来羞辱我的，我无可奉陪。说着，我就要起身离开。别急啊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他们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而你的下场又会是什么吗？我站起身的动作一致，看向魏斯，你难道会实话告诉我，你和你哥哥他们不过都是一丘之貉？你这次来也是为了给我下套的吧？魏斯没有搭理我的话，自顾自说道，在你之前，我哥哥一共谈过9个像你这样的女友，我爸妈都是按照对你一样对他们，不过可惜的是，他们都没有怀上孩子，所以我爸妈只是敲诈了一些他们的钱财，而我哥哥压根不是什么海归，更没有公司，他甚至连一个工作都没有，全靠着敲诈那些女人的钱度日。至于那辆玛莎拉蒂，是我18岁生日那天，我父母用我换来的。魏斯的笑容带了抹凄凉，我皱眉，很可笑吧？我觉得你一定很疑惑，自己明明避孕了，为什么还会怀孕？我亲眼看见我哥将套一个个扎破，不过他前9个女友都这么做了，只有你这么幸运，怀上了孩子。幸运？呵，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去打掉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家这些阴谋得逞。我冷笑，打掉？按照我父母接下来的骗局，你绝对不可能去打掉。当初我哥挑上你，就是看中你家风严谨，且父母偏爱弟弟。就算你父母愿意为了你打破家风，但是他们一定会为了弟弟而出卖你。想起昨天医院妈妈的话和神情，我不自觉攥紧了拳头。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断送在这个渣男手上了吗？我不甘心。你今天来和我说这些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让我知道这是一场骗局。我抬头看向魏斯，他今天能来和我说这些，说明他也是有目的的，不可能只是为了来气一气我，这毫无意义。魏斯的神情果然发生了变化，刚才还得意洋洋的神情立刻落了下去。我抓住这一变化，立刻说道，你是想借我的手做什么吧？你父母为了你哥哥出卖了你，你肯定心有不甘。我当然不甘心，他们为了我哥，将我18岁的我推给了50多岁的男人，凭什么？现在他们又要为了给我哥买房，将他们的亲生女儿嫁给一个植物人，还要人工受精帮那个植物人怀孩子。为了钱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看着魏斯泛红的眼睛，笑了起来。看来咱们是同病相怜。那不，我跟你才不是同病相怜。魏斯打断我的话，眼里出现了他仅存的高傲。现在是你得求着我，你才可以破了这个骗局，不然你就等着一辈子在那个家庭吃苦受累。而我可不一样，虽然要嫁的是个残疾人，但好歹是个有钱人家，嫁过去吃香喝辣。我看着魏斯的眼里冷了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。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局势吗？你要知道，你不求着和我合作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我没有理睬他，站起身，径直就要离开。魏斯恨得咬牙切齿，走过来将我拽了回来。算你有种，但是你得意不了多久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想通了，随时可以联系我，但是不要太晚，不然我也帮不了你。魏斯塞给我一张纸条后，大跨步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的火气剧增。我回去以后，一直和父母弟弟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。父母是个爱面子的，
压根就不敢回小区。而我母亲每私底下都劝我，为了弟弟着想，就嫁给魏巍。我没有理睬她，瞒着她预约了第2天的流产。没想到第2天我刚去医院门诊挂号，就看见魏巍浑身是血的躺在担架上，被几个医生护士推进了手术室。我愣了愣，拿好单子后跟了上去。手术室前，魏巍父母抱在一块儿痛哭流涕，魏思坐在一旁玩着手机。我走了过去，魏母第一个看见了我，她立马放开了魏父，朝我走过来，满是血的手拉上了我。小倩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魏巍他出车祸了，万一他有个3长2短，你肚子里的可是我们魏家唯一的骨血了啊！我冷漠地看着他，没有半点动作。魏母忽地瞥见了我手里的单子，吓得倒退了2步。你竟然想要打掉我们魏家的孩子！我告诉你李倩，这个孩子你没有资格动他。你要是敢让流产，我就敢让你们家在这儿待不下去。阿姨，我有没有资格流产，轮不到你说教。我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你，魏母气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就在这时，医生走了出来，魏母这才忙不迭转身跑过去。在得知魏巍没事后，明显松了口气。我正准备离开，就瞧见那个医生有几分眼熟。等到魏母3人跑去看魏巍后，我才将他认了出去。王生，我走过去喊了声，他似乎才注意到我，看清我的模样了，又惊又喜。倩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好巧啊！我回国以后还去找过你，但是你搬家了。你出国留学的第2年就搬家了，还以为和你再也看不见了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。王生是我的发小，打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，一直到高3，他父母决定送他出国留学，就再也没有联系。在这儿遇见他，实在是意外之喜。我看着他一身医生打扮，又看向了手术室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你刚才是不是有个病人叫魏巍？王生点头。是啊，出车祸被气垫给炸晕了。怎么了？你认识？当然认识，我还是我的仇人。我咬牙切齿。随后我将和魏巍还有他父母一切事情告诉了王生，他替我气愤不已，恨不能去打一顿魏巍。我拉住了他，一个计谋上了心头。我将他拉到角落里，有些为难请地说道：王生，我现在被逼得没办法，孩子就算打掉，他们一家人也不会放过我。我现在有个计划需要你帮我，但是事情暴露以后，你肯定会受到影响。什么计划你尽管说，帮不上你的我都尽力帮你。竟然敢这么欺负你，这个工作我不要都行。听着王生这番话，我心里格外感动。和他说了计划以后，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我和王生分开后，去了3楼的妇产科等着叫号。约莫20分钟以后，哭喊声从电梯处传来。我抬头看过去，就见魏巍父母相互搀扶着从电梯出来。一看见我坐在这儿，跌跌撞撞跑了过来。倩倩啊，是我们先前对不起你，你不要和我们太过计较，咱们把孩子生下来行不行？魏母第一个扑过来，我直接闪开，让他扑了个空。阿姨，请自重。倩倩，你原谅阿姨吧，阿姨知道错了，咱们别意气用事，把孩子生下来吧，算阿姨求你了。说着话，魏母跪了下去。魏父跑过来，也哭着说道：是啊，倩倩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只要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怎么着都成啊。周围的人纷纷看了过来，带着打量的目光。我高声说道：你们为了骗婚，假造身份，哄得我怀孕以后又想1分钱彩礼不出，还要我家出嫁妆。我拒绝以后到我公司和我弟弟的学校闹事，想要弄臭我的名声，不得不嫁给你们儿子。
现在反过来求我？做梦！倩倩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想要多少彩礼，你尽管提。你肚子可是我们魏家唯一的骨血了啊！魏巍他车祸伤到了根，医生说他再也不能生育了。你可不能打胎啊！是啊，倩倩，30万彩礼是吧？我们回去就给你，求求你了。看着魏巍父母哀求的样子，我心里觉得无比爽快。我瞥见了站在远处满眼怨恨的魏斯，压住了心里的喜悦，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我跟你们儿子已经一刀两断了，你们不要这样。倩倩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叔叔阿姨都跪下来求你了，你一定要留下孩子啊！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后，我故作为难地答应了下来，和他们一块儿去了魏巍的病房。魏巍此刻正躺在床上默默流泪，看见我来了，挣扎着想起来。倩倩，你来了。魏巍，你不用说了，阿姨和叔叔已经和我说过了，你不能生育的事，我也很难过。但是这个孩子，魏巍一把握住了我的手。倩倩，我知道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但是谁不会犯错呢？你原谅我这一次年少无知好不好？其实昨天回去，我想了很多，我觉得我是爱你的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所以今天准备开车去找你。没想到出了车祸，遇见这样的事情。魏巍，你真的这么想的？魏巍坚定地点头。你能知错就改，我很感动。但是我爸爸因为这件事气急了，住院。我可以答应你们留下孩子，但是至于之后你们的诚意再决定。你们也别想着托孩子月份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孩子在6个月以前，我都有可能去做引产。就算我再也不能生育，我也绝对不会向你们低头。魏母走过来拉住了我。乔倩倩，你说的这话，阿姨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我点头，和他们又说了一些话。看见魏斯来了，才起身出去。你可真是好运啊！我哥居然在这个时候没了生育能力。魏斯笑得嘲讽。不过你也别开心得太早，等到你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爸妈也绝对不会给你好日子过，你就等着吃苦吧。我做出不介意他的话的模样，走过来，满眼哀求地看着他。我当然知道，你爸妈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魏巍没了生育能力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唯一一个孩子，他们肯定会死命缠着我。魏斯，你帮我逃离出去，现在才想让我帮忙，晚了。魏斯毫不留情甩开我的手。魏斯，你能来找我，肯定也是善良的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会让你白白帮我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给你，只要你能帮我逃离，多少钱都行。提起钱，魏斯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你说真的？我点头。魏斯又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哎呀，你这样让我对付我亲生父母，是不是太？80万！魏斯脸上得意的笑容是藏也藏不住。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你知道的我。120万，行吧？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答应你。魏斯不再掩藏自己的笑容，将自己的银行卡账户给了我，就打这个账户上，这个是我私人账户。好，这3个月尽快凑给你，可以吗？魏斯高傲地扬起下巴，他怜悯地看了我一眼。尽快吧，毕竟我可以等，你这个肚子也不能等，不是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咱们都是女人，同病相怜嘛。魏斯离开后，我终于落下了笑容，冷漠地看着他离开的方向。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那天回去以后，魏巍父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看我，不是提着鸽子汤，就是提着燕窝，我全部都接受了，并让他们给了10万块，作为我家庭的精神补偿，找来律师做了公证。我母亲以为我回心转意了，高兴得不行。
而我趁着他们所有人不在的时候，和王生去了他好友的妇科医院，将孩子偷偷做掉，又买了假肚子显孕肚。魏巍出院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催促完婚。他们率先提出了30万彩礼，我却借口说我肚子里是魏家唯一的血肉，怎么着也得翻1倍。他们犹豫了1个星期都没答应下来，我又连哄带骗，暗示自己以后嫁过去都是一家人，彩礼什么的都是会和魏巍一块儿用。大概是他们理解成等我嫁过去以后，彩礼都是会全给魏巍，直接一口答应下来。但是我又坐地起价，要到了120万。魏巍父母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直接拒绝了高价。我也不服输，去了妇产科预约流产，故意透消息给了魏巍父母，他们急得过来阻拦，一咬牙答应下来。我将魏思的账户给了他们，等到钱一打上账户，我带着父母还有弟弟直接去了老家，来了个消失。等到半年以后才再次出现。我见到魏巍父母的时候，他们似乎老了10岁，满头白发，看见我就要冲过来打我。如果不是警察拦着，可能我已经倒地了。他们报警说我诈骗，但是因为银行卡账户不符合，所以才半年没有找上我。警察找我问话时，我直接哭诉自己被他们骗婚，想让我替他们儿子生下孩子，却不愿意负责。答应的120万彩礼，我连1毛钱都没有看见过。魏巍父母当场爆了粗口，说自己120万已经汇到了我的账户。我便让警察调查汇款账户，不出意料，警察查出了账户署名是魏思，正是他们的女儿。这场闹剧以他们自导自演而结束。出警察局的时候，魏巍父母嘴里还骂骂咧咧，一半骂的是我，一半骂的是魏思。从他们的骂声中，我得知魏思在得到那笔钱以后，直接来了个消失，这半年没有露过1次面。而植物人那桩婚事没了，让他们本就气愤不已，估摸着这次回去得找魏思纠缠好一阵。李倩，你给我站住！临走的时候，魏母嘶吼道。我回过头看向他，就见他双眼哭得猩红，头发凌乱，哪里还有从前贵妇的模样？孩子呢？我的孙儿呢？他看着我平坦的小腹，眼里还闪着最后一丝光。我笑着走过去，将手里提着的袋子递给了他。在这儿呢。魏母神情一滞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递过来的袋子，连忙接过去，打开袋子一看，里面是我买的孕肚。你这是什么？我的孙儿到底在哪儿？8个月前我就打掉了，你的孙儿就是这个。阿姨，好好抱着你的孙儿啊！我笑盈盈地说着，转身离去。身后传来魏母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当初受的委屈和气，在这一刻终于还了回去。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发现魏巍还有生育能力，那就是他们的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